合伙怎样分呢？50-50，到底这个50-50，它是不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错误呢？我们50-50平分是不是公平？很公平吗？听起来很公平，很公平。其实它可能是会带来灾难的。你给我1%咯，我拿50亿，你拿49哦，他就是不肯让步，那怎么办？那个男的就是他的，所以就跟着这个法律的这个分配哦，给了他的太太。当一个公司进来2个人50-50，一个是太太，一个是前任女友，什么情况会发生？在这一些 shareholding agreement 里面，当没有一条给他买回，这些定价有没有一个机制？他给我200万，给我300万呢，这样我要这样做？你要问他为什么投你先？他是投你这个人呢，还是投你这个公司的整个business model？讲到这个合伙股权跟汇出的部分哦，你会讲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advice？ 一样咯，我就问他，你这个人找来做什么啊？是要他钱啊，还是要他的利啊，还是要他人这个人的 image 啊？以终为止，要他出去，不对。对对对，所以他。大家好，欢迎来到 Sub Show，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宋。然后今天我们换了一个美女，好过燕城，所以比较开心。所以我们有 Juslyn， 也是我们的 partner on legal side 啦，就是 lawyer。所以今天他会跟大家讲一讲，或者我们今天会有一个 conversation，就讲一下到底一个股权怎样去分配。就很多的人讲，我们做生意嘛，对不对？做生意很容易 ，partnership 很简单。我们有默契，我们就做工咯，就一起做工，一起 start 一个 business。可是只有讲到结婚，没有讲到离婚嘛，对不对？对对。所以这个 part 是不是讲说每一个 partnership 应该都会要考量到所谓的 exit strategy 啦 ，exit strategy。今天就是我们会讨论这个课题。对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讲到包括我们自己啦，就是我们本身有接触一些 Company Secretarial 的 work，然后每一次就遇到一些老板讲说，默契来了，开公司合伙。怎样分呢？50-50，这个就是每次人家讲的50-50，到底这个50-50，它是不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错误呢？还是怎样 ？OK， 这个其实有几个情况啦。一般像你刚才讲，很多时候老板那个 form 来啊，那个激情，他就说 OK， 那个 来了 ，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他们首先他们都做一个支线，就是快，什么都要快。股东先找进来，合伙人先找进来，钱先拉进来，后面再想。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是激情嘛，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会做。所以很多时候，因为也是这份激情啊，就觉得我们50-50平分是不是公平？很公平吗？听起来很公平，很公平。其实它可能是会带来灾难的。那当然，它公平来说有其他的政策方法可以去处理啦。可是，一般上我们是不会建议一开始就来一个50-50，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Company Secretarial 2016其实它是有讲你在很多决策、很多决议啊，包括在董事局或者是在股东大会里面呢，你至少是要51%的这个 pass 这个 resolution 这个投票权才可以 pass through。所以你50-50的概念就是，如果其中2个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有分歧的话，其实你就是 lock 在那边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有51%可以投得过，所以一般上我们是不建议。可是我们来讲人性啦，虽然讲不建议，对，理性上是不建议，感性上看起来好像很公平嘛，对不对？这样听说是这样子啊。这样如果讲说这2个人，你给我1%咯，我拿50亿，你拿49哦，他就是不肯让步，那怎么办？是不是就讲说这个合伙就 OK 啦 ，cease cancel please don't collaborate that's it。拜拜。不是的，因为刚才你提到人性了嘛，所以人性是可以怎样可以琢磨的。所以首先我觉得在股权就是在股东双方之间在谈判，在要决定到底我们谁要让这个步，所以其实它就关系到几个论点啦，几个东西要讨论。以我们的经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切入帮客户股东去谈判，所以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他自己的底层逻辑，他的目标，他为什么要跟你做这个生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以终为始。因为有些人他不是要钱的他要权利；有些人不是要权利，他要钱。这样有些人纯粹是没有安全感，他真的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刚才你讲那个少拿2%的人，如果他没有安全感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区分权利跟利益的啊，就是说可以有些人股份拿高一点点，可能他在一些某些特定的决策他有最大的权利可能有些人会权利少一点，可是他可以先分更多的这个 dividend， 他可以分不一样的这个比方。所以我觉得我们拿一个 example， 刚才你讲50-50， let's say 我们要谈到一个51-49，这样亏的那个49怎样 convince 他其实不是要 convince 我们要做的是匹配
很重要哦。所以我们问他，诶，其实你拿少2%，你的顾虑是什么？他一定跟你讲，这样我们投票的时候，如果对方关掉公司啊、改公司政策啊，就是认识一些大的一些发展，我没有的 involve 哦，我投不过他，我怕哦。这样 OK， 这样我们知道说他没有安全感，还不是真的是要权利。这样他没有安全感，我们怎样子做呢？我们一般是会建议我们可以 set 这个叫 reserve matter， 就是在特别的事情，当51%一般可以投过的时候，我们就 block 着他。怎样讲 block 呢？诶，这个49人就出来了，诶，我也想要有一个否决权。whether 我 agree or not agree。 那当然我们设定这个 reserve matter， 它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一些决议啊，一些决定，所以通常是比较敏感比较大的这样子大家就比较舒服哦，可以给到这一些甜头的。所以表示说，如果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对，我们就要讨论这个 reserve matter， 是啦，有哪一些事项是我们可以事先小人后君子啦。对，这样如果讲说那些他的是因为钱的问题，这样我们就给少股，不过钱照给你，这样的意思。对不对？你可以做到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一起分50-50在钱方面可是股份你就拿多一点，他拿少这2%，然后再加上一点 comfort 在这个 reserve matter， 这样他为什么不要嘞？他钱一样分。可是如果今天他像我跟你讲，他动机很重要哦。如果他就说我要做大权的，我今天要是 managing partner这个的话呢，你给他钱多，可能也不能解决啦。所以我们可能就要拆分大家的这个决策权。所以可能你是做 strategy planning， 你是做 finance， 所以我们要拆分你在各自的 department 里面怎么样去有这个最终决定权。可是你刚才讲说，好像他们现在激情澎湃嘛，我们就要做生意做生意，他们怎么会懂这些事项呢？对不对？这样他们在 structure 的时候，他们一 start 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这样他们 start 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询问，这样是不是讲说一定要找一个人去跟他们先 negotiate 先，可能一些 term 先讲好先，要做坏人先做好先，对，是这样的意思吗？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般通常我们的经验来讲，客户他们找到 co-set 很多时候 co-set， 你们有一些分歧，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设计你的这个架构就会先找律师还是其他专业，就是有做这个 business advisory 的，先帮他们 advice， 因为你前面做错，你后面很难拿回的哦。因为我们做 ordinary shares 很多时候不只是合伙人更多是在融资的过程，因为我们也是有做蛮多融资的项目。investor 进来，他的目的又不一样这样你给了出去这个，特别是 ordinary shares 你拿不回的基本上，所以不可以说要给就给，所以设置很重要。而且他们要像 equal share 的话，要 issue share 又不能，全部东西就卡着。是很严重，我们有看过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案例的50-50。你刚才讲的是 before 嘛？这样如果讲说在他们合伙之前，他们就可以先做小人先把这些灯讲好。可是如果真的已经发生了啦，我相信可能你都会遇到嘛，对不对？在这种 case 就是真的是发生了，这样是不是真的要上 court 吵然后讲去分拆家，还是讲如果真的有发生，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讲的 deadlock 嘛，对不对？对，就是 lock 死了，现在不能上不能下，这样这种 case 有没有遇过？然后可以分享一下。OK， so 刚才你讲 deadlock 嘛，也就是说 once you are locked, you are basically dead. So that is the reason why is it called deadlock 啦。所以这个情况一般是发生在它不一定是50-50的情况会发生还有一些股权的一些比例，比如说你有三个股东，一个人拿50，一个人拿30，一个人拿20他也可以投到50-50，就是一般卡着的这个情况所以一般上我们建议尽量不要这样子的双数可以投到这种50%，如果真的是已经发生了，怎么样解决？所以我们要看你有没有合约咯。如果你有 shareholders agreement， 这样你可以跟着你 agreement， 它会有层次性的去解决。那我等一下可以分享。如果没有的话呢，它真的就是 deadlock 了 ，sorry to say 啦。所以什么样子做呢？你就是友好协商这4个字就会出现一般上，所以我们有很多案例就是在友好协商 settlement out of court 可是那个问题是，如果今天你友好协商得到，它其实就不会有 deadlock 了。所以怎么样做？你可以找一个第三方，一个专业的 third party， 我们叫 mediator 来帮你做 mediation 先。说看是什么问题咯，是财务问题，是法务问题，是业务问题，就是你要找相关专业人士来帮你 mediate 一下啦。这样 mediate 成功，你可以 pass through， 大家开心，这样我们就继续运营，对吧？ mediate 不成功的情况就会很严重啦，从小至大都会有问题。像我们遇过一些案例，它可以一个 check 2000块的不要钱，你钱不能出，薪水不能给，你不能跟他怎样，因为是2个 signatory 你不能 remove from board 因为全部东西也没有讲好，所以就是50-50，所以就 operation 也卡住咯。到最后讲呢 resolution 咯，还能怎样？两个做法啦，比较 practical 他们就是 resolve 分家咯，像你讲，比较不 practical 就是
我就放在那个公司不理了咯。然后我就自己在另起一个公司做我要做的东西，帮我要帮的客户，大概都是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了。如果你讲到 dissolution 还可以谈呐，basically 就是我们谈好一个agreed 的这个分家的方式嘛。可是如果两边都不放手的话，那就是给他死咯，大家一起摆烂，一起摆烂。我们遇太多，我遇到很多 interesting 的 case 了啊。可以 share 的吗？可以，哦，我讲一个啊，就遇到一个 interesting 的是这样，没有应该这样子讲，你朋友的朋友的 case 啊，我朋友的朋友的妹妹的 case，OK， 所以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做很多 negotiations 嘛，说我们最近的朋友的朋友的妹妹遇到的 case 就是讲，他们是couple 啦，一开始做这个生意，entrepreneur，激情很好，两 couple 做，我们是爱each other的所以我们就50-50这样子去分，做到一半2-3年后，生意越来越大了，男的也一些因素，两个就分手了啦，就娶了另外一个女生这个也是很正常因为很多人情侣创业过后也不一定会走在一起，那个不是创业，那个叫创办对，然后过后怎么样呢？有一天这个很 sorry 了，就是他的那个男的就是 heart attack就走掉了，很年轻，40岁出而已。所以他走掉了过后，他的这个58%的股份，他们两个人那时候是相爱的嘛，创立这个公司，虽然过后分手啦，所以是没有做股权协议，是没有讲好到底 death situation 我们怎样处理这个58%的股份，所以就跟着这个法律的这个分配这个遗产分配给了他的太太啊。现在事情刺激了，当一个公司进来两个人50-50，一个是太太，一个是前任女友，什么情况会发生？在 of course 普遍来讲啦，很难想象，很难想象，这是谁靠咬啊这样子的概念。还好那个难听一点，还好那个人不在了，要不然更难想象。对啦，所以他就一直来找我们说，他面对很多问题，因为他在小小的东西从小到大都每天 block 他太太 block，为什么？因为刚好男的又有钱，太太又有钱，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生意有没有 continue roll 对我来讲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就不要情绪咯，我这不肯你做，那个不肯做，谁咯？留下来真正经营的那一个人是靠这一个吃饭的嘞，怎么办？所以没有 agreement， 我们 sorry 不能帮到他，所以我们就介入 negotiation， 我们尽可能可以协调到他们其中一个人愿意出场。那一般上你出场来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了，什么价钱？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之前在出场你没有讲好价钱你现在乱了才来讲。像我们很多客户跟我们说，哎呀 Juslyn 不用讲，是我们 brother， 我们讲嘞，我们 mutually agree， 到时候我们的 terms 我们的 exit terms， 我们的价钱 mutually agree。 其实我想跟客户讲的是，今天你可以谈到 mutually agree 了，你就不用有纠纷了，就不用有 deadlock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到现在1年多了还没有谈好，因为他反反复复，他等下讲要卖，等下这个价钱我们 valuation 做给他，讲不要这个那个，所以你真的不能跟他怎样。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悲哀跟一个很痛苦的一个 situation for 那个留下来经营那一个人他只是一个长期的内耗。你想象这1年他不能专注做生意，因为什么东西都内耗。我们也谈了很多次这些，所以这个东西股权分布这个东西你做好还有退场机制太重要了，真的。所以你刚才讲出场嘛，就出场费，所谓的出场费就是看他要用多少钱来买 buy over 嘛，对不对？就看他肯不肯把那个钱拿出来咯。Of course， 过去以来都是人家的嘛，就是他另外一半的嘛。现在他要跟他买过来，这样确实要想到那个价钱也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对呀。所以会不会讲说在这一些 shareholding agreement 里面，当我们讲去定价，就所谓的那些讲我们有一天要给他买回，或者有一天我们要卖掉，这样这些定价有没有一个机制跟一个看法？因为到后面你用 how to value a share there's so many ways， 这样多方式，哪一个是最常会有人用到的？OK， 因为我们要看那个企业的 size 这样子的 case 啊，这样的 case 啦，一般上我们说中小型企业啦，像这样子的 case 不要遇到，它有几种方式啦第一种就是 NTA， 就是我们用 Net Tangible Asset， 可是 NTA 它就是你的 Total Asset 减 Total Liability 嘛，这一种是比较适合用于哪一种行业呢？重资产行业，比如讲你是制造业，你有厂房，你有店务，你有 inventory， 你有 asset， 这样你这样子你weight了过后，你的 valuation 会值得，就是比较贴切。这样如果你是现在的行业多是什么净资产嘛，所以你可能就是几个人头在那边做工，几个电脑这种情况，可是你是更多是 population 来自于你的 branding 跟其他东西。这一种类别广泛我们的用法是用 PE 啦，
就是所谓你就听到外面，我上市 BE 多少，我3倍5倍，这样 BE 的概念是什么？我买你未来多少年？所以 BE 又怎么样去计算？一般上我们是根据你最新 auditor account 的 profit after tax 所谓的 PAT 乘一个倍数。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放几倍才是公平啊？所以每一次我们在negotiate，我们客户讲，我觉得我10倍。对方 investor 讲，你哪里有10倍？你这样子去想你10倍，所以他有没有一个基准？那我坦白说 ，for SME， 因为你还没有上市你是没有人去公认你到底值几倍，因为你还没有上，所以你能够做一个东西，就是叫这一个comparable analysis， 就是我们会看一下跟你类似一样行业。一样 nature 一样 size， 如果他有上过市的一个 example， 他那时候BE多少，这样我们可能推回来算，可能你还没有上嘛，可能一个1/3。或者是加一点点这样子来去算那个 PE 值啦。当然很多客户也讲，你现在讲我4倍，2年后我做很好嘞，我变8倍嘞，这样我不是卡住去 preset 这个4倍，也不用担心，因为它可以改的，我们可以做 subject to review every 2 years， subject to review every 3 years by all the shareholders 所以它是可以玩很多不一样的设计啦。可以，这样我们讲到这个 share valuation 很广啦，很广，这个太广，太多了，很多方式，还有很多方式。对，有些是看 historical， 有些是吹出来的，是就是这样。我们讲到说，好像我们就讲回刚才这个合伙人的这个机制啦。那刚才你就讲说，如果合伙人他们不愿意放手嘛，就会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考量到底是钱的问题，到底是权利的问题，到底是安全感的问题。这样没有办法，我们讲到说，有没有好像 shareholding agreement 能不能这样子做？就是我给你这个决定权。不过我不会给你最多的股权。可以呀，所以它本来是应该分开的，该那3件东西它本来就不应该掺起来一起做的因为很多人他们有这个概念，他以为我拿最大的 percentage 比如讲我是80%，我就是老大。其实我们可以拆分来做的，所以权跟利是很多种利益，可以是钱的利益，可以是其他利益，引开的利益。权利就是投票权，所以这个是可以分开来设计的。像你刚才讲的 example， 我们可以有一个人，他可能他的股份很大，可是他钱分少一点，或者他股份很小。可是他在某个就是决策的部分，他有很大的这个否定权，都可以设计。或者可能讲说，let's say 他有钱，可是他不会做，他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做，这样那个做的人就 compensate 回去，用股权来 compensate 回去他的 contribution 哦。对啦，是这样的意思吧？所以我一直来都说是要匹配咯。你要看对方他的底层目标是什么。好像今天一个人来，比如他是投资型的这个股东啦，这样我只是要投资你，我没有 involve 到你 day to day， 所以你给我 share 很多，你给我权利，其实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什么？2个东西：一，我要有没有的出场，如果你亏钱你不赚钱，我讲对吧？第二点，我就是要分红不了，我要 ROI， 这样这种投资型的这个股东，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更快回本一点点？我们可以对一点点那个 dividend 的机制。另外一种人是经营型的，经营型他要 handle day to day， 我们要靠他飞如果他没有决策权，请问他怎样带你的公司飞？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pinpoint 来 convince investor 的。像我们也是 share 一个我们一般上遇到的经验是，很多 investor 来到他讲，第一轮特别是第一轮那种 angel investor， 我要拿你这个 power， 我要这个权利，我要这个8%比 ，then founder 都是 fail to convince 的，因为对方觉得我没有拿这个 power， 我不安心可是我们就问回他，请问为什么你今天投我们这个公司？他说因为我相信你这个灵魂人物，这个灵魂人物一定带公司去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样我们跟他讲，好，这样你一定要放手你这个权利给灵魂人物。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些 venture capitalist 比较后期的这个投资，他一进来，他第一点他先看，这个 founder 灵魂人物有没有决策权？因为一个公司你做到你是灵魂人物，你极厉害带我飞，可是你都没有权利，请问都做不到东西你根本做不到东西你还要你的股东10个人来投你嘞，这样请问你会不会卡来卡去？所以其实它很重要。这样如果我转回来就是刚才你讲说那个灵魂人物跟股东选灵魂人物嘛，好，这样我们倒过来，如果这灵魂人物有他的灵魂，没有钱，所以他就倒过来，他就要去找股东咯，找老板，找人家投资咯。这样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他在去 approach 这个老板的时候这样他应该要想最清楚，要想到的东西是什么？可能讲说要不要给他们参与权还是怎样去 limit 他们？讲说这个决定权在我身上，有些事情就由我来决定。可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法律到后面又是看 majority 嘛，对不对？到后面这样是不是讲说这一些都是 again shareholding agreement 先 list down 这些东西由我来决定？
对，这样子的意思嘛。所以一般上这个情况，我们是跟我们的客户founder讲哦，那个灵魂人物，你去冲的时候啊，你看 investor， 你不要只是问他，你给我多少钱啊？因为每一个 SME 都是先想钱拿多少先，他们一定会讲，Juslyn， 他给我200万，给我300万呢，怎样我要这样做？你要问他为什么投你先，他是投你这个人呢，还是投你这个公司的整个 business model， 或者是投你，你可能是要上市了的，在 pre-IPO round 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像你刚才讲，我们是要问他的目的是什么先。所以在决策方面，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设置。其实，在 investor 的角度，一般上很简单的。如果他是真正的 sophisticated 跟 genuine investor 啦，没有要 involved 的他一般上他不是太介意控制权，他只是怕你自己控制了过后啊，跟人搞不导致他损失，这个是他怕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样子做，他就 come back to 这个 reserve matter 的事情。所以 reserve matter 我们可以 set 一些比较重要、比较重大的事情，比方说我要 raise further fund， 我要借 loan， 我公司要给 corporate guarantee， 我要做收购，我要买，我要卖，我要 dispose 我的 asset， 到了这个一个数目啦，这样我们要 investor 来 say yes or no， 因为这些事情会影响他做 investor 的利益。第一点，可是很多时候反正都讲这样我什么要问 investor， 我不用做东西了，我没有权利了。所以我们怎样 strike 一个 balance， 我们可以 set 一个 minimum threshold。比方讲我今天买东西，我不可能买2000块，我要问你吗？可能我买200千以上我才问你，这样我们就要 manage 那个它的 materialistic 对它的 threshold 啦，这是第一点咯。第二点，钱 investor 是要钱的，这样我没有钱嘛，所以没有钱，所谓就是空壳股的概念啦，就是我就是他没有钱，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计划，叫人家买我的梦，一起来追这个梦，我去做啦哈。这种头发来说，一般上你首先作为 founder， 你要放弃一样东西先就是钱咯。这个没有得讲，因为你要分多股权，你要拿多，权利拿多，我就没投你哦，我不会自己去做那个生意，对吧？所以我们要放弃前面一点点的给他们的甜头，就是让他们先回本哦。对，所以很多投资的这个项目啊，特别是在 SME 他们做那种 share subscriptions 他们都会先回本。就是我保你回了本，你赔我200万，200万回来我们才跟着股权分，这样到时候你陆陆续续你分少一点你也可以接受，我再加多一点 comfort 的 reserve matter 给你，重大事情我给你有否定权这样子啦，你不要太管我 day to day 啦，这样我很难做事情。简单来讲，他已经回本了，所以他可能不会这么的担心拿不回钱了。是，所以还是人性啦，还是要看的，因为有些股东还不是为了他有很多不一样的目的。可是你这样子讲OK， 你看你讲说股东，当然也是要看股东嘛。那股东有这么多种，每个人的人性都不一样，一种米养千种人。是。那如果你想看，如果今天我要 approach 的这些 investor 有4个不同的 pattern 的股东，那是不是表示说每一个都要用不同的 agreement 去 structure suit 他们的 needs 就可能讲说一个是要权，一个是要钱，这样是不是要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个 format 呢？还是要怎样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equilibrium point 呢？要怎样去达到这个中心点？这个是negotiate很重要了，看谁去谈。所以通常会找谁？通常会找我啦。没有啦，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很多因素了。所以如果我们讲像你刚才讲的 example， 如果去到4个人 pattern 不一样，一个要钱，一个要权，一个要什么，所以你怎样决定给谁什么，我们是不用 separate 签不一样的 agreement 的，我们可以在同一个 agreement 设立不一样的制度，其实它是这个制度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制度给不同类型的这个股东，比如说有经营型，一些是 sleeping partner， 给钱不做事。一些是做事没给钱，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设计一套的这个系统跟这个制度来管理他们这些人。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的 again 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才边上边吧。他有一些框架，我们是可以 advise 的啦。他有一个笼统的框架，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很 comfort 很舒服的一个概念。所以最重要还是要看什么呢？我们要先分割好他们的责任先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很重要。说你是进来纯粹等分钱，还是你进来要 contribute sales， 你进来要做 management what not， 这样才知道从那边怎样去给针对性的这个 comfort， 然后我们再拉全部的一个平衡点。所以一般上我们做出来它 apply to either 是我们可以分不同 category 的 investor 或者是 shareholder， 我们可以 category A。A 有 A 的 benefit， 所以我们 parking 那2个是为了钱的，或者是投钱的人在 A category Tier 1 Tier 2对 Tier 3。 So category B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的，知道吗？ B 是做工的人，这样做工他拿少也不甘愿，因为他做到半死，他拿多另外2个也不甘愿，这样怎么样让另外2个甘愿给他分多嘞？绩效咯，对吗？如果我今天 KPI 我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数目，这样你分我多，你是比较开心，因为你自己也会
一并的提高嘛，那个分红，所以我们就可以分 category B， 可能是要通过绩效有 KPI 可以分怎么样的 dividend tiering， 所以我们可以由 category 来拆分大家不一样的这个 risk profile 或者不一样的这个 shareholder 的需求，可是在一个 agreement 里面，所以这个绩效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这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绩效。对 set 不好就变成绩效。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人讲哎呀不用 agreement 的啦，然后我们先做先，其实这个 shareholder agreement 在我们的角度它就是一个 SOP 来的。我们公司做大是不是 corporate governance， 我们要去管理我们的员工，用什么来管理？用 SOP。股东也是要管理的，哦，记得哦，大家，所以你也是有一个 SOP 来，有一个底线给他在那边管理他啦，这样你才会做大、做好、做稳。好，这样讲到刚才我们就讲到这些 shareholding agreement 本身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东西嘛，所以就要双方非常理性才能处理。那人最终很多时候还是很感性的，所以我们讲到什么 shareholding agreement 做生意都好，很多时候都会有关系到人性的问题嘛。那如果你讲说合伙融资，讲到最后，如果这些都不是文件问题，大家都 OK 啦，这样就是人的问题了。所以你会怎样去建议这些投资者啦，尤其是投资者，怎样去跟他们谈条件，怎样要 how to bring up the conversation 啊？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东西嘛。当我们一讲到这个 share 要怎样分，要怎样去分这个利益的时候，大家就好像不是很不想进去那 conversation。So how do you come to balance 这样子的这样 heavy 的 conversation to find a way to keep both happy？这个应该蛮难的，对不对？对，很考你 soft skill。对，这个很考你的这个你懂不懂人性，你的整个就是 conversation skill， 你的这个 soft skill。一般上我们会从什么角度呢？我们会教 founder， 如果我们是 F founder 啦，我们教 founder 跟他的这个股东讲。其实真正 shareholder agreement 很多时候在以前它不是用来保护 founders 的，它不是用来权衡利与弊的，它只是保护谁呢？保护 minority shareholder。以前最开始用意为什么？因为 companies 已经是有一些 standard 的 terms protection for ordinary shareholders。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 agreement， 你发生冲突，怎么样投票啊？什么权利 director 什么 duty 跟那里呢？跟 companies act 对吗？ So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是大股东啊，我一定不怕的吗？因为我51%可以投，我75%可以投，这样我今天投掉你一个18%的你，其实也不能跟我怎样。So that's why 有 shareholder agreement 的诞生，它是要来保护 minority， 因为 based on law 你没有 share 在手上了，对吗？这样我会不会被 vote out？所以我就有这个 shareholder 来讲，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说，我现在不是跟你谈分手啊，只是大家，因为我现在作为大股东，我也是体谅你们，所以会不会有一些 concern 啊，关于就是以后公司发展，大家分歧有意见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担心没有被保护的，我们就把它放进 agreement， solve 来就是来make sure 大家把东西讲清楚，有一天不管是闹翻什么，还是你只是纯粹要走，我们有一个方案，我们会用比较情绪，要给一点情绪啦，当然要怎么样对，很重要要怎样保护你的这个minority shareholder 去做这一个事情。所以在 negotiate 的过程那个它其实好像你要 manage 人性的嘛，其实很重要，那个 negotiator 的 role 是很重要的，因为 the way 你讲，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进去了，你说我觉得权利全部我要拿了，因为我今天是老大，我60%，我讲什么你们就做，你们等分钱，人家听了是不舒服的。所以你应该倒反讲，所以全部东西我们是要推后，我们要 reverse 来去做这个 negotiation， 要给蛮多的情绪价值，重点还是要了解它最终的底层目标是什么，真的。可以给对的这个sweetener啦，不要乱给啦是，这个就是你的最后的建议，就是先小人后君子。对，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exit 其实很重要，在我而言，不只是 shareholder agreement， 任何的 commercial contract， 如果你们是没有 exit clause， 其实有签没有签是差不多一样。所以特别是 shareholder agreement， 它有很多会发生，而且一直大众都面对到这个 exit event， 不只是刚才我们讲 death。这样，如果今天有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老板来找你了，然后他找你，他可能有很多原因啦，就可能他找到一个合伙人，他可能不知道怎样去 structure， 他就问你的意见。然后讲到这个合伙股权跟退出的部分你会怎样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advice？ 在退出方面吗？还是整体上来讲？整体上，包括尤其是 exit 啦，我觉得 exit 还是蛮重要。我们讲嘛，以终为始。以终为始，对，所以我一样了，我就问他，你这个人找来做什么啊？是要他钱啊，还是要他的利啊，还是要他这个人的 image 啊？以终为始，要他出去。
不对对对对，所以他讲他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从那边 structure， 这样我们就会看他是投钱还是他投利来均衡我们要怎样分配他这个股权哦。当然尽可能我们都会保留 majority at least 51%就是 simple majority 给 founder 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到退场，它其实普遍上有很多退场的情况是很重要，是人家没有想到的。第一个刚刚我们有提到是 debt 啦，所以 debt 来讲有一些可能会问我们，这样如果我有2个 partner 啦，我突然间走掉了，我partner不够钱，怎样买回来？可能要好几百万，我公司生意很好哦。其实大家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 key man insurance，所以就是你可以是先买定这个 key man insurance， 到时候帮你赔来 buy over， 这是第一点 debt situation。所以一般上我们不建议 go back to 那个 next of kin 啦，因为他没有经营嘛，他不懂经营，他没有 involve， 所以一般上是现有的 remaining shareholder 希望可以买回，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现在大家很喜欢就是 IPO。就大家很开心，我们要去 IPO 了，可是他没有想到有可能以后未必这些股东的 portfolio 不是一定适合做你 IPO 的股东的，会有很多 queries all this kind of thing， 这样那时候还不要出，因为还要上吗？还要跟你一起飞，是不是卡住？你上不到。所以我们要怎样子，好像把这样拆走这个人。如果他的 portfolio、他的人的 profile 有一些 non-compliance 等等不适合，所以我们就要提前先讲好，如果有一天 IPO 大家适合就一起去咯，一起飞；不适合的话，我是不是有条件可以买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买你有什么价钱可以让你舒服的这样子。这第二个是 IPO， 第三个也是大家普遍面对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打包来卖 trade sale 的一个情况。我今天做得好了，我公司很值钱了，我要卖，所以我觉得卖5倍很好。可是我partner讲，我觉得要卖8倍，这样他占一个30%，我占70%，人家要买100%，他可以买到他吗？30买不到，他就会卡在那边，公司就不用卖了，因为对方一定要买完嘛。所以我们就要牵涉一些，我们叫 trade along right， 就是我可能 secure 到一个 threshold， 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出场这种是比较适合是那种就是growing very fast 的 company 要 consider。还有一个就是我纯粹就是想出场。不管什么理由啦，就是不想玩了。这样这个情况可不可以有一些 first right， 让现有人先买回，怎样买回，什么价钱？最后还有一个也是应该要有的东西，就是叫 lock in period， 特别是融资的那一种项目。今天我找 investor 进来，他们融了200-300万，我是不是要 lock 这个 cash flow？这样如果他明天就讲要出了，虽然我有 first right， 这样钱去哪里找回出来买，对吗？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 lock in period，在这个 lock in 可能2年3年你不可以出场，3年过你才可以出场，然后怎么样去出？最后就是 default 啦。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不是做一个 agreement 你把你的制度机制写下来，可是很多时候人家没有跟的他会没有跟，所以没有跟你还要留他在那边吗？你蒙安台，所以怎样买？错的人怎样出，什么价钱，怎样处罚所以有不同的一个 scenario 啦。哇，这个 shareholding agreement 还是博大精深是啊，还真是要看哪一个不同人性、不同的 arrangement， 再去决定这个东西要怎么去 set。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大概到这里了。那如果你们有需要到 Juslyn 的服务的话，那随时可以联络 Juslyn， 我们会把他的资料放在这个podcast 的下面谢谢。所以说，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找他。厉害对不对？我都不用讲，我只是问问题吧。没有讲太多的分享。不会，谢谢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哦。我是宋 Juslyn。Thank you everyone。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